從內地一路向西，翻過海拔3000多米的分水嶺，風裡的味道徹底變了，不再是平原溫熱濕潤的草木氣息，取而代之的是酥油、青草與藏香混合的清冽味道。腳下這片土地是甘南州府合作市，也是我這次自駕甘南之旅的開篇。在這裡藏着安多藏區獨一份的9層佛閣，無邊無際的美人大草原，藏地人文與原生態草甸風光在這裡同時鋪開。走遍甘南全境的故事，就從這座安靜的高原小城正式開始。來到合作市區最無法忽略的地標，就是這座位於城北高地的米拉日巴佛閣。在整個安多藏區9層結構的佛閣僅此一座，沒有同類建築可以和它對標。它不僅是一座佛閣，更是一座活着的藏傳佛教立體博物館。這裡的9層樓閣，每一層對應不同的修行法門、不同的佛像，每一層都是一段藏傳密宗的發展史。這也是我把它作為甘南第一站人文核心打卡點的根本原因。這裡有4座整齊排列的白塔，在塔尖上呢是刻滿了6字真言。有當地藏民在這裡轉塔，我也跟着來轉一轉。在這裡散步的話呢，能夠清晰地感受到海拔3000多米帶來的輕微缺氧感。在這裡面大致可以分為2個群體，一類就是像我這樣來旅遊觀光的，另一類就是本地藏族百姓，他們手裡還會拿着一串佛珠，步態非常的從容。他們來這裡可不是觀光，而是日復一日的朝拜。這份純粹的虔誠是內地寺廟很難見到的畫面。米拉日巴9層佛閣名字可以分為2部分來講。米拉日巴是藏地家喻戶曉的苦修大師，當年他拜師修行，歷經重重磨難才修成正果，當地人特別敬重他，修這座佛閣就是專門紀念他的。至於9層背後有這樣一段典故，當年米拉日巴遵照師父的囑咐，反覆搭建，拆除了9層碉樓苦修，以此消業靜心。後人修建這座佛閣時，還特意仿照當年那座9層碉樓來建，每層供奉不同的佛教祖師，再加上它坐落在甘南合作市，完整叫法就是安多合作米拉日巴9層佛閣。走進佛閣的第1層，濃厚的酥油香氣撲面而來。屋內的光線依靠數十盞酥油燈支撐，暖黃色的光暈籠罩着整個殿堂，視覺瞬間變得柔和朦朧。1層主要供奉護法神像，身形威嚴的造像分列大殿的2側，牆壁繪製完整的壁畫，線條古樸厚重，色彩以朱砂紅、石青和金粉為主，歷經數十年歲月依舊鮮亮。守閣的僧人安靜地坐在角落裡，低聲誦讀着經文，音量不大，卻填滿了整個殿堂。前來朝拜的藏民從隨身的布包裡掏出小塊酥油，小心翼翼地添進燈盞，雙手合十，躬身禮拜，整套動作行雲流水，像是刻在日常裡的習慣。在米拉日巴佛閣，恰恰是這些不加修飾的日常，才是最珍貴的人文風景。盤旋木質樓梯連同9層樓閣，每一層階梯都帶着時光打磨的痕跡。2層記錄米拉日巴尊者生平造像，完整還原尊者苦修傳道的一生。3層、4層陳列密宗本尊佛像，各類金剛度母造像形態各異，工藝全部源自傳統藏式泥塑和鎏金手藝。5層收藏着大量的古老唐卡，部分唐卡距今已有上百年歷史，顏料採用天然礦石研磨，哪怕歷經風雨褪色，依舊能看出畫師落筆時的細膩筆觸。6至7層擺放完整的藏傳佛教法器、古籍經文、藏地民俗老物件，完整拼湊出了安多藏民千百年的生活軌跡。行走上樓的過程，等同於翻閱了一本立體藏地宗教史書。這樣獨特的建築布局，
在整個安多藏區僅此一例。頂層供奉的是米拉日巴尊者的主像，也是整座佛閣的核心供奉點。空間不大，卻匯聚了最多本地信徒。這裡雖然叫9層佛閣，但實際上我們遊客只能到達第8層。那第9層在哪裡呢？它其實就是在第8層最中間的一個小房間裡，最上面是一副喜樂金剛的壇城，這個壇城代表的就是佛閣的第9層了。我站在窗邊，一邊眺望合作城外的草原，一邊聽店內低緩的誦經聲，趕路多日的疲憊在此刻徹底消散。很多人說甘南的人文核心在夏河縣的拉卜楞寺，可我始終覺得，若想先讀懂安多密宗的基礎脈絡，米拉日巴佛閣是無法跳過的前置課堂。這座安多獨一份的9層佛閣，為我這次甘南之旅奠定了人文底色。它沒有宏大的名氣，沒有擁擠的旅行團，卻用一層又一層的造像、文物、壁畫，鋪開了安多藏地的信仰根基。看完了藏地人文殿堂，接下來我要奔赴合作市的一處自然秘境，那就是無邊無際的美人大草原，去觸摸甘南最原生態的高山草甸風光。经过一座非常漂亮的村子，名字叫额和拉。现在把车子呢停在加油站的旁边，走进村子里面去看看。在村子的中间有一座比较大的房子，外觀看起來呢還是非常的漂亮。走進來看看啊，原來是遊客服務中心，但是大門緊閉。看看這些藏族人家的房子，每一間呢規模都很大。占地面積呢，起碼有好幾百個平方。在村子的中間呢，就是一座轉經閣，他們沒有什麼事啊，就會過來這邊轉經。而就在旁邊呢，就是籃球場了。在山頂上還有5個字：暮雲額和拉。這個村子還是建設得非常好，馬路是通到每家每戶。而就在村子的前方呢，就是9曲18彎了，非常的詩情畫意。現在繼續往美人大草原進發，還有20來公里。從市區向東行駛半小時車程，城市建築徹底消失，眼前只剩下無邊無際的綠色，美人大草原毫無徵兆地鋪展開來。不同於川西陡峭山谷間的零碎草甸，也不同於若爾蓋地勢平坦的濕地草甸，美人屬於高山丘陵草甸。整片草原由無數連綿起伏的平緩小山坡拼接而成，高低落差極小，像在大地上鋪開了一層厚實的綠色絨毯。視線所及之處看不到裸露黃土，這裡完整覆蓋了原生牧草，是甘南境內保護最為完好、遊客密度最低的原生態草原。放眼整片草原，漫山遍野散落牦牛與羊群，搭配翠綠色的草甸，色彩層次乾淨治癒。牧民很少驅趕牛羊，任由它們自由覓食。整片草場遵循自然放牧節奏，沒有過度養殖破壞生態，牧草常年保持旺盛長勢。這裡的海拔在3600米左右，氣溫常年維持在10幾攝氏度，
在夏天完全不需要空調，是一個天然的避暑勝地。草原上的風乾爽清涼，深呼吸一下還能聞到一股淡淡的青草味。看一下我現在穿的衣服，這就是甘南的夏天了。不過今天呢是陰天的狀態，所以說氣溫呢會更低一點。現在的溫度呢是13度，如果說是有太陽的話呢，應該是有20來度。這種草丘它的學名是叫做凍漲丘，簡單來說啊，就是讓冰給頂起來的。在高原上呢，冬天比較冷，泥土裡啊有水，冬天地底下的水結成冰之後呢，就會膨脹，就把上面的草甸啊一點點給頂上來了。到了春天呢，冰融化了，草地又落回去了。但是一年又一年這樣反覆，就形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疙瘩形狀了。這也是全亞洲唯一的一片疙瘩草原。這裡有一個觀景台，好多遊客在這裡拍照呢。現在也過來看看。美人集就是當地的一個集市，進來看看都是賣一些什麼東西。這是土撥鼠哎，還有藏族的帽子，也有一些用於拍照的服裝。到遊覽步道上面走一走，看一下這個遊覽步道，它是用一根根鋼管啊頂在草原的上方，不讓遊客下去踩踏。這裡看到的羊呢還是比較特別，以前看到的羊啊都是黑色或者白色，而這裡的羊呢身上的毛啊是棕色和白色相間的。大家看一下另一邊，那就是長達600米的金帆隧道了，這也是美人大草原標誌性的景觀。現在就把車開過去，沿着草原公路繼續向前行駛，道路中央突然出現了一條橫跨整條公路的拱形長廊，這就是美人大草原標誌性的金帆隧道了，也是整片草原最出片的人文與自然結合的點位。整條隧道由上萬條藍白紅黃綠5色金帆層層懸掛交織而成，兩側的桿子支撐起拱形結構，長度有600米。抬頭望去，5彩金帆層層疊疊遮蔽天空，風一吹，數萬條金帆同時翻動，嘩啦啦的聲音響徹整條長廊，會給到人一種視覺與聽覺的雙重震撼。5個顏色的金帆各有含義，藍色代表天空，白色代表雲朵，紅色代表火焰，綠色代表草木，黃色代表大地。牧民懸掛金帆，是借山間的長風將印在金帆上的經文送往天地四方。風每一次吹動金帆，就等同於誦讀了一遍經文，祈求草原風調雨順，牛羊興旺，眾生平安。在高空航拍視角下，翠綠色的草甸無邊鋪展開來，筆直的公路橫穿草場，彩色金帆隧道如同一條絲帶繫在道路中央，畫面層次飽滿，是獨屬於美人大草原的標誌性鏡頭。我站在草坡上，靜靜地看向遠方，牛羊的身影慢慢變得模糊，金帆在暮色裡依舊隨風擺動。此刻，我的內心格外平靜。也許藏地草原的動人之處，就是這種緩慢鬆弛、人與自然共生的和平。走完合作式的米拉日巴佛閣與美人大草原，我的甘南開篇之旅到此暫告一段落。這座藏地小城沒有耀眼的光環，卻用9層佛閣、厚重的密宗文化和連綿的草甸，為整條甘南旅途打好了基礎。在這裡讀懂安多藏傳的信仰，見識未經雕琢的原生態草原，才能更好地接納下一站更盛大、更磅礴的藏地人文圖景。向北翻越幾座平緩的山梁，便是甘南的文化心臟夏河縣。那裡坐落着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藏傳佛教學府拉卜楞寺，萬米轉經長廊，萬千僧侶，高原古城的煙火都在前方等候。合作是序曲，夏河才是這場藏地人文之旅真正的華彩篇章。收拾行囊，我們即刻出發前往夏河。